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酷的主题哦。你觉得控制一个人的注意力这件事有可能办到吗？你先不要觉得这只是什么电影啊、小说里的情节哦。我跟你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超能力，对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主角阿波罗·罗宾斯，他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就只为了钻研这门偷窃的艺术。不过他偷的不是你的钱包或手机，而是你我最宝贵，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资产，也就是注意力。他自称绅士盗贼，有多神？他甚至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神不知不鬼不觉地摸走了保护前美国总统卡特的特勤局干文身上的东西。你想想那有多夸张？他就是透过在街头、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操作，把我们人类的行为模式，还有我们大脑认知的漏洞，给研究得一清二楚。OK，那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会怎么一步步拆解这位大师的思路呢？首先，我们会先来探讨注意力的盲点，去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常对眼前最明显的事物反而视而不见。接着，第二部分我们会深入我们的大脑，去认识一下那位有点两光但又至关重要的宝泉，他的名字叫法兰克。第三，我们会像看电影慢动作重播一样，把他那个神乎其技的舞台戏法一格一格的拆解开来，看他到底用了哪些心理学技巧。第四，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会把舞台上的魔术拉回到你我的现实生活，去分析你的手机，你每天滑的社群媒体是怎么用一模一样的技巧在操控你。最后，我们会提供你一套实用的防御策略，教你怎么重新夺回自己注意力的主导权，成为自己心智的主人。好，我们正式进入第一部分，注意力的盲点。阿波罗说，大家常常以为魔术的声东击西，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引导到左边，然后从右边下手，但其实那是最初阶的手法。真正厉害的误导是让你对正前方的东西视而不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违反直觉？但你想想看哦，你每天开车或走路回家的路上，你会特别去记路边的招牌有没有换吗？大概不会吧，因为那些你每天都在看、最熟悉的东西，反而最容易被我们的大脑自动忽略。这就是注意力的习惯化现象。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证明这一点。你的手机现在应该就在旁边，对吧？先不要看它哦，你现在能不能立刻想起来你手机主画面的右下角是哪一个 App 的图示？我给你3秒钟想下，3、2、1，好，现在拿起来对答案。答对了吗？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时间都愣住了，对吧？明明每天看几十次的东西，但就是想不起来。阿婆罗在演讲中也问了大家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刚刚才看过手机，那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几点？”甚至他问台下观众：“我已经在台上讲了30秒了，现在闭上眼睛，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衬衫，打什么颜色的领带吗？”结果大部分人都答不出来。这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不注意盲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受试者被要求专心数篮球员传球的次数，结果画面正中央走过去一只大猩猩，他们居然完全没看到。这就完美证明了，你看见了，但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这样？好，重点来咯，因为注意力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用来过滤现实的筛子。科学家估计，我们的感官每秒钟会接收到大约1100万位元的资讯。你眼睛看到的颜色，皮肤感受到的温度，背景的杂音等等，全部加起来。但是我们的大脑意识层面每秒钟最多只能处理大概40到50位元的资讯。你想想看，1100万跟50，这个差距有多大？如果大脑要全部处理，那肯定一下就宕机烧坏了。所以大脑为了节省宝贵的能量，会自动帮你过滤掉它判断为不重要的资讯，而这个筛选机制就创造出了可以被高手利用的注意力盲点。换句话说，你所感知的现实其实只是你选择注意到的那一小部分被筛选过的现实而已。
OK，那既然我们知道盲点是天生就存在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去控制它？重点来了，要了解注意力是怎么被操控的，我们得先认识一下住在我们脑袋里那个负责掌管注意力大门的关键人物。阿波罗用了一个超赞的比喻，真的很好懂。他说，你可以想象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小小的宝泉，我们叫它法兰克。法兰克的工作就是坐在一个监控室里，看着眼前好几个荧幕。这些荧幕呢，分别及时连线到你的眼睛、耳朵、皮肤，也就是你所有的感官。你的注意力聚焦在哪里，就等于法兰克正在死盯着哪个荧幕看。所以说，它才是决定你意识到什么的那个关键守门员。但是这位老兄法兰克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也是所有误导技巧的核心。他的工作模式只有两种，而且一次只能做一种，他没办法多工处理。第一种模式叫做外部监控，也就是处理当下从感官进来的新资讯。比方说，你现在专心听我讲话，看着荧幕上的画面，这就是外部监控。第二种模式叫做内部搜寻，也就是暂停监控去存取你的记忆来回答一个问题。这就像是他必须整个人转过身去后面的档案柜里翻找过去的旧资料，阿波罗称之为倒带。这个弱点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法兰克没办法一边盯着即时监控荧幕防止小偷进来，又同时转身去档案柜里翻旧档案。这句话基本上就是所有误导技巧的万能钥匙。当我问你一个需要你回想的问题，比如说你钱包里有哪几张信用卡，或是更简单的，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就在你思考的这一瞬间，你的法兰克就必须转身离开监控荧幕，去你的记忆库里倒带。就在他转身的那0点几秒，甚至1-2秒，你的外部世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防御缺口，一个完美的外部盲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魔术师，甚至是诈骗集团最爱利用的黄金时刻。好，理论讲完了，可能还是有点抽象，对吧？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大师是怎么在实战中应用的。接下来这段超级精彩，我们要来慢动作拆解他在 TED 演讲的舞台上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位观众乔的手表的。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步，设定焦点。阿波罗拿出了一枚扑克牌筹码，告诉乔说：“你的任务就是盯紧它。”这个动作非常关键，他给了乔的法兰克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指令：看好这只手跟这个筹码，其他都不重要。第二步，创造盲点。当法兰克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视觉占用，集中在手上时，阿波罗就悄悄地把筹码放到乔的肩膀上。因为视觉被高度占用，所以肩膀上那个轻微的触觉就被法兰克给自动忽略了。第三步，系统超载。阿波罗接着用了一些玩笑话，引发全场观众的惊讶和笑声。这些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就像是监控室的警报器突然大响，会让法兰克瞬间分心。就在这个混乱的瞬间，他迅速解开了乔的手表表带。最后第四步，交换目标。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又拉回到那枚筹码上，让它消失又出现。这枚筹码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烟雾弹，也就是心理学上的红麝鱼。当所有人的法兰克都跑去追踪筹码的去向时，他才真正从容地把手表从乔的手腕上拿走。还没完哦，最绝的是最后这一招，这是一个经典的双重误导。他假装要把筹码推进乔的手里，结果乔一打开手，发现手里的不是筹码，而是一只手表，而且还是阿波罗自己的手表。这招真的太狠了，它不仅是一个惊喜，它更是一个终极的认知陷阱。因为当乔的脑袋还在处理等一下，为什么我手上会有你的手表这个巨大问号的时候，他的法兰克正在疯狂地进行内部搜寻，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多余的认知资源去执行外部监控，也就是检查一下自己手腕上的表还在不在。这就是多层次的注意力操控，让你防不胜防。OK，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哇，这真是个很酷的魔术表演，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
关系可大了。因为这些在舞台上运用的古老心理技巧，现在正以一种全新的数位化的形式，每天24小时透过你的手机荧幕对你施展。你我其实每天都是舞台上的那个桥。我们来看这个表格，这就是一套跨领域的误导剧本。在魔术里，诱饵是那枚扑克牌筹码，目标是偷走手表，对吧？好，我们来看科技业，那些顶尖的 UI/UX 设计师，他们用的诱饵是什么？就是你手机上那个无所不在的红色通知圆点。那个小红点就像筹码一样，它利用我们大脑对未完成任务的焦虑感，强烈吸引你法兰克的全部注意。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很简单，最大化你的荧幕使用时间。除了小红点，还有像是无限滚动的设计，让你一直滑一直滑，永远没有终点。你的法兰克就永远处在被动接收新资讯的状态，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我为什么要一直看这个？我们再来看行销界，诱饵常常是一个问句，像是你是否也厌倦了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这个问题会立刻触发你的内部搜寻，让你的法兰克跑去档案柜里翻找所有你对工作不满的记忆。当你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中时，他们的目的就来了，卖你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线上课程，也可能是理财产品。你看，方法论完全一样，用一个精心设计的诱饵分散或占用你的法兰克，然后在你注意力出现盲点的时候，达成他们真正的商业目的。把这个概念再放大一点看，其实整个媒体环境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大型的误导术，这点值得我们深思。有时候一个极具煽动性、充满情绪的社会新闻，或是某个名人的花边八卦，会瞬间占据所有媒体的版面，引发全民讨论。它就像那枚舞台中央闪闪发亮的筹码，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所有人的法兰克都死盯着这个烟雾弹的时候，有没有其他更复杂、更重要，但可能比较枯燥的议题，比如长期的经济政策、复杂的法案审议，正在我们的集体盲点中被悄悄地忽略或通过了？这不是阴谋论哦，而是一个关于我们集体注意力如何被引导的非常现实的问题。讲了这么多，感觉好像我们的注意力很脆弱，根本是任人宰割。但别担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实际的部分，如何保护你大脑里的法兰克，夺回你注意力的主导权。这里有4个你可以刻意练习的防疫策略。第一，察觉模式切换，这就像是给法兰克安装一个警报器。你要练习去意识到那个瞬间，就是当你正在专心写报告、外部监控，然后突然被一个 LINE 通知或是一个念头拉去想晚餐要吃什么，内部搜寻的那个瞬间，你只要能意识到我的法兰克转身了，你就成功了一半。你可以试着每次察觉到就深呼吸一次，把法兰克温柔地拉回来。第二，主动设定焦点，这就像是每天早上给你的保全开一个任务简报。在你开始一项重要工作前，明确地告诉自己，接下来1个小时，我的法兰克唯一的工作就是看好写报告这个荧幕，其他所有通知、所有杂念都是次要的。你可以把手机关静音，关掉不必要的网页，这都是在帮法兰克排除干扰。第三，保持健康的怀疑。当你看到一则新闻、一则广告，让你瞬间产生非常强烈的情绪时，不管是愤怒还是兴奋，先停下来，给自己3秒钟，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强烈的情绪是想让我从什么事情上分心？这个内容的发布者希望我看完之后采取什么行动？这能让你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最后，看见全局。永远要记住，当你极度专注于一点时，你对周围所有事情的盲点就会变得最大。试着偶尔把焦点拉远，就像从看着 Google 地图的单一街景切换到看整个城市的卫星图，这能帮助你避免陷入资讯的牛角尖。为了证明我们的注意力到底有多么不可靠，阿波罗在演讲的最后放了一个终极大绝。他问全场观众，当你们刚刚专心在看我跟乔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换了一套？没错，他在表演的过程中不知道利用了哪个瞬间，把一开始穿的衬衫跟领带换成了另一件完全不同的 T 恤。全场观众，包含当时在荧幕前的我，全都惊呆了。这就是不注意盲视最极致也最可怕的证明。
如果连一个大活人换掉整套衣服我们都看不见，那还有什么更细微的事情是我们每天都在错过的呢？在演讲的结尾，阿波罗向所有观众抛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控制任何人的注意力，你会用它来做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权力与责任的大哉问。你会用它来行善、娱乐大众，还是用它来谋取私利？但今天，在我们看完了这整套的分析之后，我想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大家：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原理，那你打算如何保护你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你的注意力就等于你的现实，你能控制住它，你才能真正控制你的人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但今天在我们看完了这整套的分析之后，我想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大家：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原理，那你打算如何保护你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你的注意力就等于你的现实，你能控制住它，你才能真正控制你的人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注意力盲点，为了节省能源，会自动过滤掉他认为不重要的资讯，让我们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第二，我们可以把注意力系统想象成一个叫法兰克的宝泉，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同时处理外部监控和内部搜寻这两件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弱点不仅被魔术师利用，更被现代的科技产品、行销手法和媒体大规模的用来设计各种剧本，操控我们的行为。了解这套剧本，是我们夺回主导权的第一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